哎呀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来前进区。前进万兴宫。前进区呢，大概是我们在高雄市区剩下的唯一一个版图啊。旧高雄市区最后一块拼图，它直接把它拼上。而且大家是不是对前进区都非常的陌生？但如果讲到六合夜市，你们就知道了吧？但是我们今天会去六合夜市吗？不一定啦，看到底就知道。看到底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带你们去吃前进美食 ，Go！耶！前进区的一早呢，我们来了一间非常知名的早餐店——新农居。第一间就来一个经典的，然后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它的门口其实有分2列队伍，一个是左边只买汤包的，右边呢，如果你要买烧饼类的，你就要排右边再买汤包。我来这边我只吃过汤包，我从来没有吃过其他的东西，因为它其他东西都排队排得要死，它汤包不用排。我们刚刚大概等了10分钟左右，而且它店内啊，虽然说位置不少，可是有冷气跟没有冷气是一样的，这样差不多我手拳头的大小。小小一颗的25块，我们那时候去花莲吃公正1颗才5块，它的价钱可以买公正买5颗。可是他们家的汤包啊，据说是咬下去会流汁的那一种，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点放到温了，不知道还会不会流。来吃吃它。天啊！我的盘子上面已经全部都是汤汁了，我先干为敬。哦，加点辣油，加点辣油。刚刚姐姐有说啊，他们店里面有一个专门汤包的辣油，就是每个桌上都会有这个小扣辣、铁扣辣，里面就是这种看起来超油的辣油。哦，我们刚刚把辣椒灌进去了，我现在很怕它很辣哦，来一个。好吃吗？要加辣，因为它的辣不是那种真的非常地狱辣的那种辣度，不是，它是属于带咸味的辣，中间咬下去会有那种辣椒的油香味，搭着它的包子很好吃。它的面皮啊也是我蛮喜欢，非常有附近的那种中式面皮，非常 Q 非常软，然后高丽菜酥酥脆脆，他们家的汤包好吃啊，我觉得蛮好吃。好吃来一定要点，而且它都是现蒸出来的，你保证拿到手上都是热的。你们咬的时候呢，要小心，汤汁真的会噗出来哦，小心。新农居还有一个非常人气的商品，就是它的烧饼。今天我点的是它的烧饼加葱蛋，还有加酸菜，满满的幸福。每个人来都包5、6个回家，我想说哇，怎么那么浮夸啊？好吃。它的酸菜分量好多了。它的酸菜里面夹的满满的，而且它的酸菜不是辣，不是咸，是甜的，是甜的。它的烧饼的饼皮非常的脆，你咬下去除了面粉香气之外，你就是那个脆口的感觉会在嘴巴里面。吃一口，是不是甜的？甜口的，对不对？甜甜的。它一开始咬下去的时候啊，有点突破我对它的印象，因为我以往在国贸吃的这一种酸菜啊，都是咸加辣。但是他们家不是，他们家吃下去反而是甜的味道占大多数，饼皮非常的酥脆。来新农居呢，你只要用餐，你记得一点，先找一个人进来等位置，不要傻傻的2个人都在外面排队，你会进来发现，没有位置坐不会啦，我觉得这边周转的很快啊，所以等一下应该都有位置啊。可是我自己是不喜欢排队，所以我都是买汤包，然后直接就是走快速通道就可以搞定。外带回家吃，可是我觉得外带回家吃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啦。现场是比较好吃，非常好吃。第2家来了，前金肉燥饭，这间也是经典中的经典。这个前金肉燥饭啊，可是米其林推荐的经典小吃，好不好？而且它的营业时间非常的早，它从早上7点就开始营业。你们高雄人都吃这么早的饭是不是？我刚刚有一点惊讶的一个地方，什么？因为今天这一组啊是我的日常套餐，就是来肉燥饭加一个鸭蛋，再加一个鱼皮汤。我记得以前100块有找，然后我刚刚拿100块过去的时候，老板说，不好意思，105哦。我说我太久没来了，因为他这一碗饭啊，我们家
它的上面这个野餐包要20块。没有啦，应该是因为鱼松啊。对啊，所以这一碗要65块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鱼皮汤，因为他一直说吃肉燥饭怎么可以不搭汤？对，本来不想喝的，但是觉得来这边没有喝个汤好像怪怪的。我一直在流汗，然后他说要喝汤。还有值得嘉许一件事，他们竟然已经有冷气了。对啊，很屌，有冷气很猛。你看我后面这个就是一个透明的窗帘。我上次来吃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窗帘，然后就是空旷的一个地方。我本来想说来这边应该会很热，就有冷气，有冷气就是可以推。我要先来吃我思思念念很久的这个肉燥饭。我们点的是有鱼松的，它的鱼松这一款上面有打一个星星，有打星星我就觉得一定是招牌。这个薄蛋仪式呢，我非常慎重的面对它。对于每一家会流心的蛋，我都非常的尊重。太夸张了啦！哦，对，他们家的肉燥饭是属于有香菜，所以你不喜欢香菜的话，记得要叫他去的啊。我个人超爱。对不起，它其实菜单上面呢、香菜的选项是另外格列出来的，再格列，是我有给它打勾啦。聪明。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肉燥。它的肉燥是我最喜欢的南部甜跟南部肥，就是这种肥肥嫩嫩的肥肉燥。天哪，我超爱的。它现在啊，假日的时候是只有营业到2点，提早卖完就提早收，所以建议你们中午前就先来吃。中午前啊，要早上大概早午餐那段时间。它的鸭蛋黄啊，比鸡蛋还要浓郁，所以会直接裹在它的米粒上面，好浓哦。所以他故意选鸭蛋就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更浓郁一点。可是它的鱼皮汤我目测起来，鱼皮不多，所以汤的 CP 值我比较没有那么推荐。来，还是点鱼松肉燥饭，那一个绝对是经典必点的东西。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名店了啦，我觉得名店之后势必会有一些改变。汤就是一个搭着喝的，可以点一下，但不是必点。四海奇遇黑轮，酷！这间奇遇黑轮呢，它是在前金市场里面一间非常知名的20几年老店。可是它现在看起来蛮年轻的。不，它应该是2代接手了啦。刚刚我们在12点，因为它营业时间开始就是12点，我们就直接立马去，已经排了很多人了。3、4个啦，3、4个还好，没有什么排到。他们家最招牌呢，就是我手上这一个包蛋的奇遇黑轮，以及我自己很想吃吃看的起司奇遇黑轮。我要吃起司的。起司的比较贵，我先吃。哎，不对，第一口是不是都没有料？我不知道。每次吃热狗跟奇遇黑轮呢，我就是要吃中间这一段，因为中间这一段就是有蛋有起司。这个贱的。来，你先试试看。我看一下。它这个起司的是25块，然后里面呢就是放了一整条的起司条。很烫哦，非常烫，小心点。他们都是现炸的，所以你们吃一定要小心，因为都是刚出炉。蛮香的啊，可是很烫，真的很烫，不开玩笑，爱糊糊哎。尤其是起司超级烫。我们现在高温35度，然后再吃一个现炸的奇遇黑轮。他们家的奇遇黑轮啊，非常的粗，非常的厚实哎。它不是像我们在东厂吃的那种非常 Q 弹的鱼浆，不是，它反而是比较软趴的，可是鱼味很浓郁。中间有加那个荸荠，应该是洋葱，不是，也是荸荠。可我觉得我有吃到洋葱的味道。哦，鲜甜味，有一个洋葱的甜。我刚刚有跟老板说我不要辣，我只有加一点点胡椒，我觉得正好，因为它的鱼浆其实本身就有味道了。你不加胡椒，我也觉得非常好吃。好，你换那个原版的。来，下面一位。原版的就是包蛋的啦，果不其然。我跟你说，第一口都是这样，因为它蛋在这里。我第一口就吃不到蛋，气死！这个应该是荸荠啊，你看中间这个洋葱啊？是吗？你等下回去问。好，我等下回去问，因为脆脆的啊，洋葱啊，靠这脆脆的口感。我本人呢，其实没有很喜欢鱼浆里面加荸荠，可是他们家的我意外没有很讨厌，因为它是洋葱。是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我觉得是洋葱，我们等下来赌赌看。好，我们来赌赌看。剪刀石头布，去。终于赢一次好险，见熟。剪刀石头布都是我输。我要来问问看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它里面包的那个是洋葱还是荸荠呀？不是荸荠，洋葱跟豆腐。然后洋葱跟豆薯。哦。然后豆腐。哦，所以吃起来甜甜，然后又脆脆的这样。我赢了，我赢了。
他一直说是碧琪因，为网络一直写是碧琪。乱讲。对啊，因为那个洋葱那个甜味很明显。我赢了，洋葱跟豆薯，我赢了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谢谢。谢谢。我跟你讲，神之蛇，好恶心哦！我赢了。原来是豆薯啦，因为豆薯对，也会有那种还有脆脆的还有味道另外一个像是啊。马铃薯的东西啊。对对对对我以为那烤是，但是它吃起来不像马铃薯，所以我本来以为你真的碧琪你中了这样，但它也绝对是有洋葱的。哦，我这个神之蛇。难怪我不讨厌他们家的味道，就是没有碧琪对，因为我以前是老饕，但是有那个脆脆的口感，软脆的，很棒，这个好吃。在前进区的中午啊，我们找了一间非常有名的完美咖啡厅。这一间应该是叫 Rain Cafe， 如果有网友知道怎么念的话，也可以先跟我讲一下。Rain Cafe。它是一间原先在凤山非常有名的人气甜点店。这一间 Rain Cafe 啊，很多网友说他们的戚风蛋糕可以说是高雄前3名的戚风蛋糕。哦哇哦，很夸张。但是我本人呢，目前是还没有吃过，所以我就点了一个今日最贵的戚风蛋糕。我今天选的这个戚风蛋糕啊，真的是非常浮夸，它的名称超长，叫巧克力樱桃蔓越莓开心果戚风蛋糕，就是这么复杂，所有的元素，他刚刚讲到的元素，通通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，很浮夸。它的樱桃是这样排一整排的，你不是上次也有做戚风蛋糕吗？你也是戚风蛋糕专家，你来评比这样。切蛋糕仪式，哇靠！它的戚风蛋糕啊，是那种你一入口你完全感觉不到蛋糕体的感觉，它一点都不干，它非常的湿润，一入口是那种软软嫩嫩的蛋糕，天哪，很好吃哎！再加上中间夹了很多樱桃，所以你一咬下去，那个樱桃是在你嘴巴里面爆汁。一般你们都吃戚风蛋糕，是不是都会觉得奶油很甜腻？但它不会，它就是一个开心果淡淡的味道出来，不会到太浓郁，也不会到太甜，很好吃哎，非常的了不起，好不好？他们家的咖啡种类真的非常多哎，像一般的美式啊，到各种水果类的，还有许先生喝的这个气泡的，真的选择非常的多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喝咖啡的人，在他们家真的会有选择障碍。它的奶油真的不甜不腻，非常的顺口，你一进去啊，一进到嘴巴里面就直接化开了。我们台湾人这种网红啊，对于甜点最高的称赞就是不会太甜，还有入口即化。大概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他们家的价位呢，可能因为是开心果啦，我今天点的这个是260，在价位上面就没有到很平价。开心是无价的。许先生点气泡咖啡，我点的是他们的人气招牌，这个是芭乐美式。你的芭乐美式看起来比较厉害一点。它这里的环境啊，真的非常的棒，因为我们每一桌，我一开始都会很担心这种完美咖啡厅啊很窄，每一桌都贴得超近的，但是你们看。你们看，每一桌的间隔是还蛮宽的。没错，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你完全不会听到你后面隔壁桌到底在讲什么。他们在 Google 评论上面呢、很多人的负评就是大热天还在外面等，可是因为店家他的理论就是你人齐了，我才会放你进来，我才有位置给你们坐，那不然大家都在外面都一个人先来等，然后坐好几个小时，这样咖啡店就不用营业啦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坐的呢是窗边的2人位，我非常喜欢这边，超美的。吃自己。它上面是撒了一点梅子粉、甘草粉那种味道，里面的芭乐是那种软软烂烂的芭乐。我最爱这种的，因为这种就是会很甜。等一下我去那个水果摊买一点给你。咖啡讲要健康蛋来就好。这间润咖啡啊，我非常推荐给你来前金区想要找一个悠闲的下午茶、美丽的下午茶，他们家就很适合你。咖啡好喝有水准，蛋糕也非常好吃。总之呢，推啦！前金区鸭肉霸王月儿鸭肉。
肉。没有吃月鹅，不要说你吃过鸭肉。我们之前做鸭肉饭特辑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网友在下面一直说月鹅你们没吃，哇，我没在卖饭啊。它只有卖面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所以前进区这一次我就特意把蛙鹅放进来了。一定要吧。蛙鹅呢，我今天没有吃面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吃的家数比较多，我就直接帮许先生切了一盘前胸。哇，前胸的1/4鸭肉。他说后腿跟前胸，他一定要选前胸，前胸跟后腿呢，许先生最喜欢的部位就是前胸。他说前胸呢肉比较多，后腿呢要啃很多骨头，他不喜欢。没错。我们刚刚切的这样一盘是160，它有稍稍的涨。前胸160，后腿140。前胸太贵啦。你们看这个哦，就是要吃这一片。我每次挑鸭肉的时候，就最喜欢吃那个没有骨头这一片。那一片特别舒爽，来吃下去。那一片咬下去就是你避开了骨头的部分，但又完全的吃到鸭肉前胸的那个肉的纤维跟肉汁的鲜甜。啊，鸭肉本身它又有那个皮的油脂跟肉的连结，哇，那个地方最完美。你要知道一块鸭肉好不好吃，咬住那一块，一咀嚼阿娘为。我真的很贴心哎！我知道你吃鸭肉一定要搭着那个姜丝来。它的鸭肉好吃到我们两个静默3秒哎！它的鸭肉最好吃的地方是在皮的地方，一定的啦，因为它那个鸭肉鸭本身它的那个皮下脂肪就稍微厚一点点。我好喜欢玩鹅他们的鹅肉，鸭肉，八嘎鸭肉，我好喜欢玩鹅他们的鸭肉，它鸭皮的地方烟熏的味道好香哦！你咀嚼那个鸭皮的时候，那个烟熏的味道，那种甜甜的烟熏味道非常浓郁，皮又软嫩的刚刚好。但是鸭的部分，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吃鸭肉，因为鸭肉太紧实了，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柴。但他们家的鸭肉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它的鸭肉就是咬下去，咬的过程中，它那个甜味就会慢慢的散发出来，然后表皮的那个烟熏味又是恰到好处，不抢戏，相辅相成，两相辉映，哇！哇哦，我有服你 ，I for you， 可以。下次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就是拍很多家，所以没吃主餐，否则这来这边的话，点一个鸭肉面，然后再切一盘鸭肉，这样子特别舒服，特别舒爽，推荐。前金区的下午茶，我挑了一间松饼铺，光远松饼铺。这间光远松饼铺啊，我已经在 IG 上面看过了无数人分享，感觉好好吃，料好多。这不是小点心呢，你更正你的用词，它是大点心。我现在这个都是只是一半哦，因为他点一份就是这么一大块切成一半。哎，对，来你放那个垂直的给大家看一下。垂直，它现在是一个三角形，你知道吗？三角形。我们这个是只有拿一半，各拿一半出来而已。其实原则上它是有4包的，4包这种大小。这个不叫小点心呢，兄弟。阿姨呢，她会先把松饼都先做好，然后你点完之后，她会把它放到松饼机里面再去加热，再加上厚厚的料，就是这么浮夸的料。我今天点的是他们家的招牌，他们家的招牌鲔鱼，还有阿姨说非常多人点的巧克力口味。巧克力很香哎。他们家的松饼真的很大一份哎，我来吃一口巧克力，这样子才50块。因为我刚刚在店里面一直纠结要点芋泥还是巧克力，他们家的松饼口味超多种，林林总总，大概快20种吧，我觉得。好吃吗？它这一块多少钱啊？然后一半这样。一半啊，对啊。所以一半是25种。对，一半是25块。它可以单点一半吗？不可能。我觉得它的巧克力酱应该就是早餐店的那种抹一罐的巧克力酱。对啊，非常传统。它的皮呢，好像有听说非常的单纯，里面就是只有用牛奶面粉去烤而已。那么这个面糊啊，不是用市面上的松饼粉去做的，一吃就知道了，是比较偏传统味的。而且老板娘啊，本人真的超可爱的。你知道我刚刚在那边啊，她都跟熟客讲哦，你要巧克力加蜂蜜，对不对？你们先做，她都知道大家。因为这间是老店的啦，这个真的是老店，真的耶，很淳朴的下午茶，非常推荐。
我要来吃吃看咸的，因为这个尾鱼据说也是非常多人点的一个哇，品相。这尾鱼真的要小心一点，我觉得它很不方便就口，因为它的内馅真的是厚到一个不可思议耶！这一款它是60块，有稍微贵一点点，可是因为它的小黄瓜加的超级多哎，很脆口。它中间那个尾鱼是有加美乃滋的，所以你吃下去呢不会觉得很干，也不会油哎。我反而有点意外，因为之前吃尾鱼罐头我都觉得有点油，他们家的很清爽。但是这一款当然要小心，我觉得如果它放回家的话，它可能会不小心把你的松饼给浸湿了，就软掉了。对，在现场吃应该会是最好吃的。他们家是属于古早味的松饼，如果你喜欢吃这种味道啊，它绝对是一个高 CP 值的下午茶，表皮还酥酥的，真的很推荐呢。老板娘又亲切。我觉得不对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这一间怎么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一模一样哎，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真的是一模一样哎。非也非也。这一间是在前金区的老正新金牌葱油饼。这个师傅该不会也是祥玉楼出来的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是都叫金牌葱油饼，所以我对啊，有一点点疑不惑。是他不是叫正新吗？老正新金牌葱油饼，哦，他不知道跟我们之前前阵拍的那一个金牌葱油饼，正宗金牌葱油饼有什么缘故呢？我觉得基本上那个相似度，我只能说大概有80%到90%，吃起来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来鉴定一下。他们家呢跟另外一间的葱油饼都有点像，它是属于那种干烙型的，所以表面都会像这样子，是比较干爽的，而且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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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里面就是包满了满满的葱，满满的葱香味超浓。我刚刚一从纸袋拿出来，它也是一模一样的造型。从这个纸袋拿出来之后，那个葱香味直接这样爆发。该不会连这只恐龙都一模一样吧？全世界、全台湾的都一模一样吧？同一个工厂出来的啊。它跟我们在路边吃的那种葱油饼不太一样。他们这个葱，他们这个体系出来，是不是葱一定要给的够多啊？哦，好棒哦！就是师兄跟师弟都有交代说，以后挂我们家的名号出去，那个葱没有放个10把，你不要说是我们金牌的人。他们生意真的很好哎！刚刚在煎的时候啊，师傅还一边在旁边擀面，整个那个动线非常的流畅。我记得我们前阵那间他们的动线也很流畅，对，他们这个体系我觉得教育训练都非常好。每个人各司其职，有结账的啊，有擀面的啊，有包面的啊，有盛汤的啊。因为他们家一样是有卖酸辣汤之类的东西，还有萝卜丝饼。很多人说他们萝卜丝饼也很好吃。刚刚我在门口还遇到一个大哥搭讪，大哥说他们家的牛肉卷饼也很好吃。等一下，重点是为什么会有大哥偷搭讪你？为什么没跟我讲？因为他发现我在拍照，然后他就说你怎么没有点牛肉卷饼啊？他是不是不知道你是一个人妻？应该不是这样子的，不要这样误会大哥，他只是想要介绍我美食。如果你们有看到我们在拍摄，真的可以过来跟我们搭话一下，我真的超想知道你们都点什么的。大家可以跟我搭话就好了，不要跟他搭话。总之呢，如果你是在前金这边想要买葱油饼，我就会推荐你来买他们家的葱油饼。如果你是在前镇的话，你就去买另外一间正宗老牌葱油饼，他们两个吃起来差不多，都很好，都是我们金牌体系的啦。金牌体系，金牌团队，金牌团队就是赞。下午茶5连发，我们来了前金区的老人面线。这间老人面线算是我个人的一个私房下午茶名牌。他们家最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综合，综合呢就是有炸豆腐跟炸黑人。它旁边还有一个蛮大的停车场，所以我觉得在停车方面是很方便的。它在巷子里面，我其实比较少看到这种炸红面，因为一般人去吃那种臭豆腐店呢，它不会有这个选项炸黑轮给你。而且他们家的炸黑轮呢，是表面已经炸到精华酥脆，它没有沾粉，单纯就是把黑轮下去炸，可是就是这么脆。然后来这边一定要去他冰箱拿一杯红茶。它这边红茶才10块钱的那个，整个搭起来超赞的。我们今天点的都是小份，那小份的55，然后这个小碗的55。
再加一杯红茶哦，120块。如果你们胃口比较大一点，我会建议你们直接加大，因为它的大跟小只差10块钱。还有一个必吃选项就是他们家的面线，他们家的面线呢，在点的时候，姐姐会问你说要加 NC 不？要啊，他们家一定要加 NC， 因为这个是面线糊的基本配备。因为许先生刚刚上桌的时候就先加了醋了，又加了辣椒，豆瓣辣椒，因为我都是固定掉的，就一碗面线，我再加它的辣，然后醋2圈。所以你来他们家吃面线糊的配备，就是要先转2圈醋，再加豆瓣辣椒，真的是下午茶必备，一定要来。郑家粉圆冰、我们已经收集了邓家、王家、郑家、春兰、春兰，哇，这个百家姓都快要被我们收集完了。高雄的粉圆冰呢，真的是很少我们还没有吃过的。这一间郑家粉圆冰啊，它是在六合路上营业超过1甲子的古早味冰店。一甲子是60年，但它上面写50年。改到这个地址不是？哦，是啊，应该是吧？不要瞎掰好吗？听说啊，以前是阿嬷第一代阿嬷，她是担着那个扛着那个扁担到处去卖，现在才有开始有店面，然后变成年轻人在接班了。我觉得60年前应该有很多阿嬷都扛着扁担在卖粉圆冰，因为我我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很多组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不知道啦，人家创业艰辛的故事被你讲的好像一文不值这样子。开玩笑，大家不要生气。这间郑家粉圆冰啊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高 CP 值。你知道他们满满的5种料，这样子小杯哦，35块。来，你看稿，告诉大家有什么料。它里面呢，原本可以选5种料，里面会有凤梨、仙草、粉条、绿豆跟粉圆。但是我刚刚一到店里面的时候，小姐姐就跟我讲说，粉圆卖光了。哎，粉圆冰没粉圆，长颈鹿美语没有长颈鹿。那就是证明说它的粉圆有多好吃，卖光了。刚刚我们前面遇到一个姐姐，好像是你的粉丝，她有买到吗？也没有，她也没有，而且他买的都是大杯的，哦他们家的大杯真的很大哎。我推荐你们啦，如果真的要吃冰的话，你可以买大杯的，因为它的料给到一个超级满的，大概有7、8分满。你回去啊，可以自己再加冰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是可以再分2碗，很适合作为一天的 ending 啊哈。我到现在有点搅不动了，因为它料太多了。真的满满都是料。来，你吸一口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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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这个会饱呢。就是他在讲咀嚼很辛苦，料很多，不是第一个字，圈圈圆弹。Q， 你这个败痴！它这一杯啊，有点突破我的想象了。以往我们吃粉圆冰啊，都是那种黑糖香气，有没有？它不是哎、它是有甜之外，因为它是用2砂糖，有糖水的甜之外啊，还有凤梨的酸。哎你，2砂糖最适合我这个2货了。而且因为它下面都是满满的料，你们如果第一口喝啊，可以先把冰倒下对，去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甜分应该分布的不太均匀。它上面全部都是冰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倒下去，对这样子的冰度才会是完整的。我刚刚喝那一口，觉得稍甜了一点点。因为我不敢再点半糖了，我点半糖会被他骂死，所以我今天点的是全糖。以现在全糖的程度喝下来啊，我没有觉得特别甜腻耶。不会，它这个只要跟冰只要均匀的混合在一起的话，甜度应该是 OK 的。是因为它装好之后，它那个里面有拉过，所以甜都在下面。可是它多了一个凤梨的那个味道，我觉得蛮赞的。那个凤梨帮整个砂糖的味道啊，解腻了不少。它就是很传统的八宝冰，然后装在这个杯装里面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想喝它的粉圆哦！你们有喝过的人跟我讲一下，听说是古早味窑烧的粉圆，哎，听说是古早味炭烧的粉圆，我有时候窑烧很像披萨，炭烧的粉圆。因为我刚刚那一段我不会帮你剪掉了，我要让大家知道你平常都在乱讲一些什么话。古早味炭烧的粉圆，下一次留给我买好吗？好不好，大家？窑烤披萨。35元可以喝，我蛮推荐的，料超多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前金美食之旅。
前进区呢，身为人口众多、历史悠久的行政辖区，这个区域里面真的有非常多好吃的店。但是我跟许先生2个人呢，真的很难一次吃到太多的家美食。如果有我们今天没吃到的，你们想介绍给我们的，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我们下次就会来拍 Part 2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优秀的影片呢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！优秀影片不要自己讲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！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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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，刷一波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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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工商服务时间。中秋节将至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揪团烤肉了呢？这次呢，我找了阿雅的梦幻品牌 Bruno， 耶！Bruno 呢，他们家这个品牌呢，在主妇界，在我们家庭主妇界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之前呢，在还没合作之前就已经是他们家的用户了。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买过他们家的这个电烤盘了。这个电烤盘呢，好用归好用，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容量太小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合作开团的呢，是它这个加大型多功能电烤盘。没错，我们这一次合作的是 Bruno 的加大型电烤盘。它们2个最大的差别呢，就是容量从原本经典款的这个 A4 烤盘，直接升级变成 A3 的，容量直接增加1.5倍。那他们家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它这个是章鱼烧烤盘。原本我们买的这个尺寸呢，它一次只能烤24颗章鱼烧，但是我们这个加大款之后呢，直接可以烤35颗章鱼烧。我现在假日都直接出去外面摆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庭聚会就靠它了啦。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很爱吃火锅，那加购配件你一定要选这个。我们这次加购了鸳鸯锅，除了一次可以煮2种汤头火锅之外呢，有时候我也会把另外半边拿来炒菜，同时料理有菜有汤，好方便哦。如果不想要分层，它的料理生锅也是可以选购哦。这次呢，我们一样有跟厂商凹到专属于我们频道的粉丝专属团购优惠。他们家的官网价这个加大型的生锅呢，一个原价要4580元，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团购价只需要3480元，有效不？3000个妹，好不好？现省1100。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，限时2周，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淀粉军团的团购群组来询问，好不好？中秋烤肉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烤盘买起来，买起来。我们刚刚本来要来吃身后这一间大骨面，但是真的太久了。它这间我觉得如果要来吃的话，大概都要等个1到2小时的一个心理准备。对，因为我发现他们里面员工可能真的比较少，所以客人又很多的情况下，他出菜也比较慢一点点。我们刚刚大概等了15分钟，完全没有消息。那些可惜了，下次再来吃，跟他说拜拜。有时间我们再来吃，拜拜。